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好，又是一人再打了个。注意看，这绝对是你见过最嚣张、最欠揍的黑人选手。在比赛获胜之后，竟头戴小丑面具，当众诋毁中国功夫，甚至还放话说中国选手都是垃圾。在擂台上施展的动作就如同小丑一样，非常滑稽。眼看自己的大师兄输掉比赛，还被如此羞辱嘲讽，保音仓做不下去了。是要登上擂台，用实力狠狠地暴揍一顿黑人选手，才能勉强解气。此时在对视环节，这家伙依然用凶神恶煞地进行恐吓。反观中国选手保音仓，不仅没有丝毫畏惧，还用坚定的眼神给予还击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黑人选手赛前的所作所为，已经彻底将保音仓激怒了。只见他人狠话不多，抓住小黑子的一条腿就开始疯狂暴击。反观森巴，暂且只能通过搂抱来抱住自己的一条小命。要知道，出生于内蒙古草原的保音仓有着天生的力量优势，之后又常年在 MMA 领域打比赛，这让他的擂台经验也非常丰富。最关键的是，眼看自己情同手足的兄弟被黑人侮辱他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所以保音仓今天根本就没有让对手活着走下擂台的打算。保音仓啊，加油啊！都非常期待今天晚上中国战队的第一场胜利。森巴库利巴里是29岁，应该说是处在职业生涯的当打之年，身高173公分，9胜3负的战绩。但是呢，保音仓的身高臂展呢都比对方占据优势，看看。比赛才开始1分钟，森巴就直接趴在地上接受保音仓的重拳洗礼。不过这家伙的抗击打能力也是真的强，挨到了这么多拳，也依然能抱着头进行龟缩防守。反观保音仓打出的拳头，就像是吃了炫迈一样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怪不得这家伙赛前敢如此嚣张地进行挑衅，原来是偷学了武僧一龙的金钟罩铁布衫独门武功。奈何这场比赛对于保音仓来说非常重要，毕竟师兄董欣就是倒在了他的拳脚之下。如果自己不能成功复仇，那小黑子之后绝对会更加的猖獗。刚才又是一记非常精准的前手拳，击打到了对方。刚才这一记后手重拳，森巴库利巴里是不是有点顶不住了？勾拳上勾平勾，上勾平勾，连续的组合拳的攻击，看看能不能破了森巴库利巴里的防守，再用肘击。森巴库利巴里又是到了地面，现在看看保音仓的地面的攻势。丧失了防守能力的森巴已经完全沦为了擂台上抗揍的人肉沙袋，无论是站立还是地面，他都完全不是保音仓的对手。甚至在中国猛将保音仓面前，他连简单的防守都很难实施。再这么打下去的话，那等待黑人选手的肯定是天上的耶稣。而拿到了大比分优势的保音仓也已经掌握了比赛节奏，虽然这才只是第一回合，但两人究竟谁强谁弱，相信大家也都心知肚明。如果不是因为小黑人过于抗揍，那说不定早就已经被抬进抢救室了。一场比赛，一回合比赛，如果是4次击倒的话，那比赛就要判负了啊！在第一回合还剩下只有10秒钟的时间。这个森巴库利巴里啊，森巴能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撑过第一回合，纯属是他福大命大。不过既然他还没有被打服，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保音仓绝对会更加的火力全开。而黑人选手也如同他之间的表现一样，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小丑，打不过就算了，防也防不住，只能依靠自身的抗揍能力继续在擂台上苟延残喘。按照这种架势，那可能回合没有结束，小黑子就已经彻底躺尸了。反观保音仓，面对如此抗揍的黑人选手，除了加油揍也别无他法，毕竟可能自己稍微一个疏忽，就会被对手抓到逆袭的机会。被伤之后，现在显然没有恢复啊，还是绵软无力的一个状态。双方开始了角力，看看是不是要把比赛拖入到地面呢？现在保音仓的出拳也是试探性的啊，没有用上全力。在第一回合他是积累了比较大的优势，拿到了大比分优势的保音仓没有选择对对手发起大举进攻，
而是在打出精准打击抢夺比赛点数的同时，寻找对手的防守漏洞，以便进行致命一击。不然漫无目的的可下去，可能小黑子还没有倒下，自己的拳头就已经碎了。但也不得不承认，保音仓这场比赛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。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不是在暴揍对手，就是在暴揍对手的路上。反观面对重拳出击的黑人选手，只能畏畏缩缩的向后拉扯。只是不知道他是真的被打怕了，还是装着被打怕了。再怎么说，也是拳击冠军，在实力这一块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胜利了。就是这样摇摇欲坠，但是森巴库利巴里还是能够挺住。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意志力还有抗击打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保音仓呢还是打得保守了一点，你觉得他应该乘胜追击啊？保音仓打得非常稳健，不知道是忌惮对手的战力水平，还是在有意放水。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森巴挨到的重拳都一点不会少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保音仓拿到的优势只会越来越明显。不过他今天可是奔着将小黑子打躺尸而来的，只要让他抓住机会，那绝对会用精准有力的组合拳招呼到对手的头上。频繁的精准打击完全就不给黑人选手一点喘息的机会和防守的空间。就算黑人选手很肉很抗揍，那又怎样？中国勇士既然敢登上擂台，就不会给他完好无损回去的可能。哎，刚才这一击大摆拳又是命中了森巴库利巴里，但是保音仓没有跟上来，有几拳呢？森巴库利巴里比划出了一个小 case 的手势。经过前2个回合的对拼，此时2人对彼此的打法战术都有了一定的了解，而森巴肯定也已经意识到了保音仓拳头的恐怖。反观一直在猛打猛冲的保音仓，不仅没有将对手放在眼里，还完全没有把他当成人来看。奈何黑人选手实在是太顽强了，挨到了这么多拳，状态没有受损就算了，居然还晃晃悠悠的想要发起防守反击，说他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一点都没有夸张。如果不是因为他赛前放下了狂妄大话，说不定已经主动投降认输了。毕竟身体上受到的伤害是真真实实存在的。好。现在保音仓出拳落空的机会也比较大，双方动作速率都感觉变慢了。虽然这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，但2人却全程都在站立进行对拼。但这并不代表保音仓不擅长地面缠斗，实在是因为黑人选手在地面上的实力几乎为零，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他只能时刻与保音仓保持安全距离。而长时间的拼拳换脚，让2人的体能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。不过即使这样，保音仓也依然没有停下自己猛攻的步伐。就算今天不能将小黑子当场 KO， 那也必须让他感受一下在生死边缘徘徊是什么滋味。既然他这么喜欢当小丑，那就让他当个够。2位选手这个体能消耗都非常大。哎，现在想用一个下前抱摔，保音仓能不能防住？好，保音仓这个防摔防的不错啊。森巴库利巴里这个 take down 的招式被他看穿了。还在顽强坚持的森巴，殊不知噩梦正在悄悄来临。保音仓抓住机会，一拳将他干翻在地，之后又连忙上前乘胜追击。此时森巴的心应该是已经提到了嗓子眼，毕竟就算身体再怎么抗揍，也架不住锁技带来的伤害。如果真的让保音仓成功施展锁技，那轻则断胳膊断腿，重则瘫痪终身。顽强起身的黑人选手，就算能撑过躲过一劫，相信也被吓得不轻。不过保音仓今天想要 KO 对手是有点不可能的了。但他全程暴揍小黑子3个回合，不仅为自己的师兄成功复仇，还在中国的擂台上打出了真正的中国功夫和中国实力。森巴库利巴里这场比赛也是无数次的站起来。
啊，又是一记重拳，再打了个坐地不起，本场比赛结束。最终，保音仓成功以绝对的点数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中国选手保音仓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